太上老君由来及传说下，太上老君显灵降服白骨精。白骨精是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虚构人物，是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路上遇到的第一个妖怪。他善于变化，法力高强，曾多次试图暗算唐僧。在《西游记》中，白骨精曾3次阻拦唐僧师徒西行。第一次，他变作一位漂亮的村姑，试图勾引唐僧；第二次，他变作一位老妇人，试图毒杀唐僧；第三次，他变作一位白骨精，与孙悟空展开激战。在与孙悟空的战斗中，白骨精虽然法力高强，但最终还是败在了孙悟空的金箍棒下。然而，白骨精的死却并非孙悟空之功，而是太上老君显灵降服了他。在《西游记》中，太上老君显灵降服白骨精的经过大致如下：在白骨精第一次阻拦唐僧师徒西行时，孙悟空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并用金箍棒将他打死。然而，白骨精却并没有真正死亡，而是化为一滩血水逃走了。在白骨精第二次阻拦唐僧师徒西行时，孙悟空再次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并用金箍棒将他打死。然而，白骨精却再次化为一滩血水逃走了。在白骨精第三次阻拦唐僧师徒西行时，孙悟空再次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并与他展开了激战。然而，白骨精的法力高强，孙悟空一时无法战胜他。在危急关头，太上老君显灵，降服了白骨精。太上老君用自己的法力，将白骨精封印在了白骨洞中。唐僧是《西游记》中的主角，也是佛教的代表人物。太上老君是道教的始祖，他显灵降服白骨精，是为了保护唐僧的安全，确保他能够顺利完成西天取经的使命。白骨精是邪恶的代表，他阻拦唐僧师徒西行，是为了破坏佛教的发展。太上老君显灵降服白骨精，是为了弘扬正气，打击邪恶势力。孙悟空是唐僧的徒弟，也是一个天赋异禀的齐天大圣。太上老君显灵降服白骨精，也是对孙悟空的一种考验。他希望孙悟空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更加刻苦修炼。太上老君显灵降服白骨精的故事，在《西游记》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体现了太上老君的正义和威严，也反映了道教追求真理、降妖除魔的精神。这个故事也告诫人们，要明辨是非、善恶，坚守正道，才能战胜邪恶。太上老君显灵降服白骨精的故事，是《西游记》中的一个经典故事。它反映了道教追求真理、降妖除魔的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太上老君显灵帮助姜子牙战胜商纣王。姜子牙又称姜尚、姜太公，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被尊奉为太公望、姜太公、姜师爷、姜先师等。在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中，姜子牙是西周的开国元勋，他辅佐周武王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建立了西周王朝。在《封神演义》中，太上老君是姜子牙的师傅，他曾多次显灵帮助姜子牙战胜商纣王。在《封神演义》中，太上老君显灵帮助姜子牙的经过大致如下：在姜子牙第一次下山伐纣时，他遇到了商纣王的十绝阵。十绝阵威力巨大，姜子牙的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在危急关头，太上老君显灵，
传授给姜子牙破解十绝阵的方法。姜子牙凭借太上老君传授的方法，成功破解了十绝阵，取得了胜利。在姜子牙的军队攻打朝歌时，商纣王派出金陵圣母、龟灵圣母和云霄圣母三位圣母迎战。三位圣母法力高强，姜子牙的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在危急关头，太上老君显灵，用自己的法力击败了三位圣母。在姜子牙的军队攻打商纣王的摘星楼时，商纣王派出赵公明、三霄娘娘、文仲、金陵圣母、龟灵圣母等一众强者迎战。姜子牙的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在危急关头，太上老君显灵，用自己的法力击败了商纣王的众多强者。商纣王暴虐无道，残害百姓，姜子牙伐纣是为了推翻商纣王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的、更加公正的社会。太上老君显灵帮助姜子牙，是为了匡扶正义，拯救黎民百姓。姜子牙是道教的始祖之一，他建立了西周王朝，为道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太上老君显灵帮助姜子牙，也是为了传承道统，弘扬道教。姜子牙是太上老君的徒弟，他辅佐周武王伐纣，是为了完成太上老君交付给他的使命。太上老君显灵帮助姜子牙，也是对姜子牙的一种考验。他希望姜子牙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更加刻苦修炼。太上老君显灵帮助姜子牙的故事，在《封神演义》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体现了太上老君的正义和威严，也反映了道教追求真理、匡扶正义的精神。这个故事也告诫人们，要明辨是非、善恶，坚守正道，才能战胜邪恶。太上老君显灵帮助姜子牙的故事，在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中也有所反映。例如，在明代小说《西游记》中，太上老君曾显灵帮助孙悟空降服牛魔王。太上老君显灵帮助姜子牙的故事，是《封神演义》中的一个经典故事，它反映了道教追求真理、匡扶正义的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道德经》是太上老君、老子最著名的著作，分为道经和德经两部分，共81章。书中阐述了道家的核心思想，包括道的概念、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以及自然与柔弱胜刚强的哲学观念。道教教义在《道德经》的基础上发展，强调道是宇宙的本源和运行规律。道教徒通过修炼内丹、炼气化神等方法，追求与道的合一，达到长生不老和精神上的超脱。太上老君的思想对中国哲学、宗教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道家的无为思想影响了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使他们在治国理政中注重顺应自然，减少干预。在文学艺术方面，太上老君的形象被广泛运用于诗词、绘画、雕塑等领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道教的养生之道和修炼方法已对中国传统医学和气功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传说太上老君在辞去周朝的官职后，骑青牛西出函谷关，官令尹喜见其风采非凡，便请他入关中著书立说。太上老君在关中写成《道德经》后，继续西行，从此不知所踪。这个传说不仅为太上老君增添了神秘色彩，也为后世道教徒提供了精神信仰的依据。太上老君出关成仙的故事象征住道教追求超脱世俗、归隐山林的修炼理念。除了出关传道的故事，
太上老君还有许多其他传说，例如传说他在世时曾以隐士身份游历各地，传授道法。他在天界中是三清之一，掌管天界的事务。他在民间被奉为保护神，庇佑人们的平安和幸福。这些传说丰富了太上老君的神话形象，使他成为道教信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尽管时代变迁，太上老君在现代道教中的地位依然稳固，道教徒继续尊奉他为最高神祇，认为他是道教教义的化身和精神领袖。太上老君的教义在现代社会中仍有重要意义，指导人们追求身心健康、精神超脱和自然和谐。太上老君不仅在宗教信仰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中国文化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思想和形象被广泛应用于文学、艺术、影视等领域，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现代社会中，许多人通过研读《道德经》和其他道教经典，汲取太上老君的智慧和思想，应用于个人修养、管理实践和生活哲学中。太上老君作为道教的最高神祇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对中国文化和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思想和教义不仅在古代中国具有重要地位，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太上老君的历史起源、神格传说、教义影响及现代地位的探讨，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这一伟大人物的丰富内涵和文化价值。